你知不知道啊？就因为你的一句话，行里损失一个黑金的客户，你凭什么信口开河，还敢挑方宇金融产品的刺儿？你知不知道，这方宇集团的邱总是谁呀？啊？哎，我就不明白了，你工作没几天，一个客户经理，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这跟胆子没有关系。方宇的产品确实有问题，分析报告我也交给你了。但凡你看过一眼，你就会知道我说的一切属实。少给我来这套！告诉你，邱总那是我们行里的重点合作伙伴，手里几百亿的项目。你现在出这种岔子，一旦影响了行里跟他的合作关系，你担当得起吗？我只知道，作为客户经理，我的工作是维护客人的利益，我不可能推荐客人去买一个有问题的信托产品，这也不符合我的职业操守。你。很好，我觉得我们这儿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我希望你立马走人。哎，我现在就在你们银行附近，你什么时候下班啊？我可以来接你。我今天要加班，可能得晚一点回去。加班？你们银行一到点系统都关了，你加什么班？培训，我们那还要培训呢，这说要培训。培训？你现在在哪儿？你那边好吵啊！你再说一遍，他们把你怎么了？没有，就觉得这工作也不太适合我。你刚刚是说你甄别出了一款有问题的产品，帮客户规避了一次财产受损的可能性，帮银行躲过了一次潜在的危机，但是你因此而失去了工作，是这样吗？你要这么说也没错了。这帮坏蛋！哟，老贾，小蔡，刚刚邱总来电话了，他说对于我们这次把这个信贷产品的销售取消，他非常的不满。前2天他才说好了，这周可以给我们引荐新能源项目的负责人，这下泡汤了。你负不负责？负不负责吧？行，别激动，先走，老贾，喝口水，走，喝口水。老贾，这事儿吧，我说我能负责，你信吗？还有啊，你不能老拿这个项目威胁人啊！我听说这个项目你跟了很久了，你连项目的负责人都没见面，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谈的。哎，不过啊，咱们帮方宇发这个产品，发了好几十个亿了。小蔡，你说这个话，你什么意思呀？啊？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虽然这个产品是咱们行代发的，但是他们方宇的产品，我们都是推荐给双金客户的。如果客户知道我们推荐的产品有瑕疵，那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有瑕疵啊？方宇那是老牌的金融公司，好不好？对了，我好像听说那个什么叫杨华的，是你破格录取的吧？哎，我很好奇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他工作也没几年，就能堂而皇之当客户经理，给产品挑刺儿。我录取杨华，是因为我知道他有能力胜任这个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别说区区的一个客户经理了，他在北美最好的金融公司当分析员的时候只有22岁。哎，我敢保证啊，杨华说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你能保证？他要是错了，你负责吗？你负责吗？人都让你开除了，你还想怎么样呢？啊？干嘛？蔡经理，赶紧出来一下！怎么了？杨华
杨华他回来了，他回来干嘛呀？回来了正好，我正要找他。哎，你怎么来了？你谁呀？您请坐。我是杨华的太太。现在年轻人真会玩啊！啊，自己工作上出了问题，找自己老婆来出头。作为男人，我都为你丢人啊！您怎么称呼我？我姓贾。您是银行经理。嗯。就是您辞退我先生的。嗯。可以请您跟我说说辞退我先生的理由吗？理由？你还好意思问我？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干了些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啊，赶紧的跟邱总低头道歉，收回你的不当的言论，纠正你的错误，否则这一切的后果还有经济的损失都要你来承担，你知不知道？从小，我妈妈就教育我，做人要讲道理，懂规矩，尊老爱幼，吃饭不能发出声音，说话的时候不能用手指别人。后来我发现，原来有些人是没有人教的。你骂谁呢？贾经理，您对于法律方面好像不是很了解。劳动法规定，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辞退员工：一、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三、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重大伤害；四、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关系；五、按规定劳动合同无效；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问您，杨华他违反的是哪一条？二，请您想清楚再说。杨华他对于外部金融单位托银行发布的产品的风险提出了合理的质疑，请问他违反的是哪一条？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工作。客户经理的工作之一就是服务于客户，这是对银行负责，也是对客户负责。请问，如果这都不是他的工作，那什么才是他的工作？你这是胡搅蛮缠！您这才是胡搅蛮缠。劳动法规定，在试用期内，就算用人单位发现劳动者不能胜任该岗位，也不构成辞退理由。公司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岗位培训，这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就算你们想辞退员工，也必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并且支付劳动者该段时间内所有的劳动所得。贵公司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劳动法相关规定。仲裁院、新闻媒体，你想走哪儿？我们奉陪到底。不是你到底是谁呀？我是浦江程宇慧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我叫秦诗。你欺负我的人，也要先问问我同不同意。走吧。
秦律师，书柜在这儿呢。不早说。就是。哎，今晚回去好好陪媳妇儿了啊！太厉害了。秦律师，果然是你啊！我们又见面了。你在这里做客户经理太可惜了，要不要考虑来我公司？邱总，你好，你来了。啊，对，今天是处理好。想当年啊，那个邱建祥，他是证券行业里面大神一般的存在。大四那年，我们俩参加了一个大学生模拟炒股比赛，从此改变了2个少年的一生。哎，你猜一猜，当年比赛谁是第1名？铺垫这么多了，肯定那位呗。错。您知道吗？那次比赛为期1个月，不分个人和团队。比赛输赢的关键呢，就是收益率。所以我当时和杨华呢共同操作一个账号。我记得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大盘的点位是4289.72，结束的时候是3686.92，直接下滑了12.02%。哎呦你，我们2个人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把整个收益率做到了17.32%。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第1名。你猜，第2名，他们收益率是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太笨了，只有10.02%。哎呦，你说这什么脑子呀？华华，华华，你别接你这个破气球了，行不行？这草原小王子已经把收益率做到14.3%了。哎，就是刚刚他把那个东方电子以12块2毛6的价格给抛出去了。我记得他入手的时候应该是11块7毛6，怎么办呀？他现在增益率是3%到4%，还有10天时间，他这样下去肯定能超过我们的。要不然咱们建个仓吧。不接。要不然咱建个仓吧。啊，我给你选出了4个，这4个满足了基本的操作要求，我觉得可以，行不行？不接。之前咱们说那个1周化纤，咱们不做过调查吗？只要是6块9或者7块2之间，咱都能买，是不是？它现在已经涨到7块1了，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干一条的。不买。那个鸿丰股份，它现在已经是20块5毛8了啊！咱当时说你自己说的，21块钱以下都能买，啊，行不行？买吧，老杨。你这，我发现你这是……所以最后就因为你们没有建仓，眼睁睁的看着第2名反超了。8月23日，以20块6毛2购入鸿盛股份2000股。8月27日又以19块5卖出，最后草原小王子以17.6%位居第1，相比第2名只仅仅高出0.2%。哎，最后这华丽丽的大败笔是谁的决定？
且我这不是从这次之后就知道自己不适合炒股，所以毕业之后，证交所和银行，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银行，从此过上了为别人数钱的日子。而从那之后，我就像欠这小子永远还不清的500万一样，在他面前就是抬不起头，他太欺负我了。哎，你都说1个小时了，能不能说是主角呀？请律师，你不能学他呀，他这个人没有人情味儿的。你除了主角的故事之外，配角的故事你应该听一听吧。你知道我这1个小时值多少钱？哎，你别给我提钱啊！我上班8小时全是钱，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比赛结束以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喂，你好，你是杨华先生吧？我是邱建祥，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见个面，聊一聊？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啊！那么多人当中，我最留意的就是你。有人跟我打赌说，后期你会顶不住压力建仓，但我觉得你不会。虽然我输了，但今天总算是知道了真相。作为一个操盘手，重要的是要有定力，要有自己的原则，并能坚持贯彻。这次失败中有什么收获吗？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愿不愿意做我的队友？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加拿大，跟他学了2年，然后就当上基金经理。服务员，再拿2壶清酒。1壶。1壶。听话啊，1壶，慢慢喝。他不会讲故事，还得听我说。这想当年，邱建祥想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你知道有多少吗？放到现在，那比选秀的人都多。创造101呗。啊，有那么夸张吗？这一点都不夸张。我记得当年他手下应该有20个基金经理，那每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是里面有1半的人呢，连他的脸都没见过，因为进他的核心团队只有8个人，这8个人当中呢，也最多不超过3个可以被他亲自调教。这3个人当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但是最终操盘基金最多的，那就是我的兄弟。要是当年没有那个永利21号的事儿，你现在看到他，那就是7届王种啊！唉，精神。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老杨说过这事儿，以前我问他，他打死都不说的。这下我敢肯定了。这老杨和那个邱建祥就是因为永利21号的事闹翻的。哎呀，你是没见老杨以前的样子，那叫一个伟岸。我这个当兄弟的多想燃烧自己，照亮他的世界，但是我光不够。以后呢，你就是他的光了啊！拜托了，要照他啊！拜托你了，老杨。来，老杨，娶了个好媳妇儿了啊！我走了，拜拜。醉了吗？手。回家。我相信你。相信我什么？我相信永利21的失利并不是因为你。这是这么多年前的事了，你又不认识以前的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错？谁说我不认识？你别忘了，我看上的就是那时候的你。
研究数字呢，你比我厉害，但研究人我比你厉害。我相信我自己，所以我也相信你。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所以，真的是你错了。永利21是当时恒利最好的基金，创办20年，平均收益率有17%，也是邱建祥最得意的作品。但是在出事2年前，他就把21号交给了我，而我是实际的操盘人。接手第1年后，我把收益率做到37%，那时候我才22岁，光佣金就可以拿大几千万。但我没想到的是，10个月后，我会输得这么突然，输得这么惨。其实人犯错不可怕，犯了错证明你还有不足的地方，还有上升的空间。因为这些错误和失败，都是给你带来财富的。真正可怕的是人心、嫉妒、贪婪。哎呦，这是谁家的小宝宝走丢了呀？老婆，我觉得我没有孩子了。这是他第一次叫我老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以为是流浪狗。没关系，没关系。我以前呢也是受到无数人的追捧，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直到有一天，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什么都不是，甚至还不如那条狗。手手。还有那只 ，Good boy。现在呢，你已经是我的小宝贝了，以后啊，有我一口吃，会有你一口吃。我保证对你科学喂养，不离不弃。昨晚我想了很久，我朋友不多，你是唯一一个能跟我处这么多年没有被淘汰的。以前我觉得我是在放宽择偶条件，可我忽然意识到，跟我做朋友，你压力一定很大，对吧？我昨天走的时候，没这段吧？哎，我走之后，你俩发生什么了？怎么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开始探讨这么严肃的人生感悟了？总之，我为我以前所有的傲慢自大向你道歉。我知道我在这里工作让你压力很大，如果不行的话，我可以辞职。停。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这样说话，容易被我一拳打死。我求求你了，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吧，好不好？你就那样自以为是的对我，我已经习惯了。你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招数，这样对我进行人格还有智商的侮辱，我受不了。
哎，老杨，哎，你如果觉得是真的为我好的话，你以后呢，这好吃，以后你就不要再做这些自以为我好的事情了，行不行？还有你刚才说那个辞职，你就别提了。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呢，行长把我叫过去了，把你所有的事情都问了一遍。我估计升职。升职？我想了一下，投资部总监，入职不到1个月，10级变4级，你独一份儿啊！不对，昨天还嚷嚷着要解雇，怎么突然？怎么能突然呢？哎，你不会不知道吧？什么？邱总什么时候被抓的？就今天早上，贾经理已经被行长叫去开会了。现在方宇所有的产品都给叫停了，之前在咱们银行代发的那3、4只还在支付周期，还好量不是太大，应该不会被波及到。万一有什么问题，跟咱们银行也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说，恐怕咱们这个经理往后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了。哎呀，你想啥呢？你说现在出现这种事儿，咱们信贷部往后可要夹着尾巴做人了。这蔡经理肯定最高兴了。交表上周我已经交了。不，杨老师，我不是来催您这个的。之前是我态度有问题，希望您别往心里去。您看，您来我们部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没给您办个欢迎会什么的。要不今天中午我们大家想请您吃个饭，您看？我没空也没关系，我就是随便问问。您忙啊。我的意思是，我没带钱。啊，没关系，没事，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我们请你吃。还是我来吧，大家最近都辛苦了。不过我晚点要忙，只能请你们吃食堂了。食堂啊，行，也不是不行。食堂好，哎，对，健康也行。请慢用，谢谢。哎，你不做呀？这我告诉你们啊，如果让金总知道，这个月奖金没有了。哎，秦律师，秦律师，你看，你别这么大火气是吧？气大伤身。我就是一个办事的，我得听老板的主意，是不是？而且你现在这个情况，我其实心里很难受。但是我今天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好。秦律师，我真的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别了，老强，你的好消息我真不敢听。你看，我是真的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老板娘，已经说了，张律师下个星期去武汉常驻，那空出来这个办公室就是给你的呀。你看哈，这个打赌，我是完全支持你的。你下了多大赌注啊？200。小赌怡情，大赌伤身，20。出去。
那你看这样啊，你搬这个新办公室以后，我个人自掏腰包，我送你一个大花篮，好吧？哎呀，突然想起来，上次你和李代说那2500万的事情，我可是谁都没来得及说。还有一箱香槟。那我要 M 打头那个牌子。啊，好。哎，我问你，门口怎么那么多人啊？是谁来了？何东娜呀。那明星啊？对呀。他来干嘛？打官司啊？原告还是被告啊？昨天晚上人天航酒店给轰出来了。为什么？你不知道啊？现在网上正直播这个新闻发布会呢，热搜榜的前5全是他。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作为何东娜女士的发言人，就5月31日凌晨3点天航酒店驱赶何东娜女士一事进行公开阐述。小心啊！你好。哎呀，干什么呀？弄疼我了，我自己会走。跟上去，跟上去。小心点啊！这边。6月1日，何东娜女士受邀参加一次艾滋病救治的慈善活动，并于前一天晚上入住天航酒店。何女士在房间洗浴时，因浴室淋浴间的玻璃爆裂，导致手部受伤。对此，天航酒店非但没有给予及时的救治，更是在凌晨3点强行要求退房，导致何女士被赶出了酒店。这边。哎呀，车已经到了。你们到底会不会拿行李啊？我们拿，何女士，东西让他们来，帮你拿。我哪儿我都不去，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等我助理来。我哪儿我不去，我自己我要拿行李。小心你的手。可以拿行李。我们帮你。快！哎呀，扶一下，这边。小心。别碰我哪儿我都。快把行李放上车啊！你跟我们先上去吧。车已经到了。在此，我仅代表何东娜女士对天航酒店如此蛮横无理的行为表示抗议和谴责。我方多次沟通无效，因此将此事公之于众，保证自身的合法权利。我们的诉求很简单，要求天航酒店公开道歉，解雇相关的员工，并对何女士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在达成和解之前，我方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世界各地什么样的地方我没有去过，什么样的酒店我没有住过，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侮辱，简直是匪夷所思。天航还是一个国内大品牌，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就是这么服务的吗？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利用自己身份享受特权的人，我要的是公平和平等。东娜，我非常的能够体谅你的愤怒。我也是一名消费者，如果我遇到跟你同样的事情，也一定会非常的气愤。你想让我们为你做些什么呢？我只给天航3天的时间，3天之内，如果天航不公开道歉的话，我就要起诉他。你看哈，我觉得这个事里面有蹊跷啊。现在酒店业这么不景气，有一个这样的人帮他做宣传，他不要，那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事儿呢？这可不一定啊。现在很多地方企业的酒店确实服务质量挺差的，不过也得看看这酒店是什么背景，有什么猫腻。哎，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夜里3点钟把人家赶出来了，就冲这一点，这官司就能打。不过这种图名大于图利的官司，一般是不会引起咱们唐总注意的。
何东娜又不可能自己找上来，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人啊？清爽，非常清爽。我告诉你，据我听说，这个何东娜是西美公关老总的朋友，所以公关这一块都是西美在负责。你说这个力度多专业吧？又是西美啊！这西美给这未来的女婿送个热门案子呀！陶俊辉一来就接明星案，原因不只是这样吧？我听说呀，也不光陶律师一个啊。东娜，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陶俊辉陶律师，马太奇马律师，陈俊陈律师，这3位都是我们企业部最好的律师。马律师和陈律师也是我们重影会的合伙人。我们律所至今为止还没有为任何一位客户配备过这个级别的律师团，也算是我们对这个案子的重视，希望你能够安心。啊，他我就不用介绍了，无非这次任务比较重，既是你的代言人，也是律师团里负责沟通的律师代表。接下来就拜托各位大律师了。嗨，应该的。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哎，等等，不对啊。啊？怎么不对呢？什么都不对。这个案子虽然听起来动静挺大的，可实际经济效益上，律所收不了几毛钱律师费。一慧姐这一次搭进去3个律师，有2个还是合伙人，这不符合她的风格。这何东娜身上是不是有金矿啊？有话你就说呀。是这样哈，我呢是道听途说，我当然了也加了一些我自己的揣测哈，但是也咱就图个乐。说重点。知道何东娜的老公是谁吗？谁？胡平，风投公司老板。他这个人很低调，只有行业里的人知道他。做金融投资发家的，在国外成名，绰号金手指。他投资国内石油的时间比巴菲特还早呢。回国之后呢，一方面做金融证券，一方面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投资了几家互联网公司，帮助他们在海外上市。这个人也算是个隐形大 boss， 想见他一面比登天都难呢。这叫什么呢？项庄舞剑。意在胡平。就你最聪明。那当然了。咱们律所是不是融资不顺利啊？现在是不是很缺钱啊？这不能说，不能说。哎，你们今天是不是约了胡平吃饭？哎，没。在哪儿吃啊？在哪儿？云顶俱乐部。但是秦律师，我劝你一句啊，如果唐总要是没有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别掺和啊。嗯。去争取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机会渺茫，可是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现在我已经开始上手企业部的案子了，干嘛非要凑这个热闹？况且还要跟陶俊辉抢生意，看吴非的镭射眼，何苦呢？哎呀，秦师，你到11楼就是为了天天看合同的？这个案子的媒体曝光率这么高，是挣名气的好机会。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知名度，知名度。冷静冷静啊，一定会有办法的。唐总，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走。今天咱们要约着见胡平和何东娜，你怎么能走呢？
武汉那边案子出了问题，我大臣必须马上赶过去。啊，大臣也走？哎呀，武汉那边的事情哪有那么急呀？要不然你们俩明天一早再过去不行吗？不行，我现在就得走。要不然你们俩人去一个人行不行啊？你看，在咱们律所的合伙人当中，就你跟大臣擅长跟商人打交道。老姜今天又在新加坡，老马晚上要跟董事长吃饭，就剩下陶俊辉了。他的专长又不是谈生意，你说咱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要见胡平，你说你见不到他的面，这不是白搭吗？夫人啊，你太小看你自己了。哎呀，我和大臣加起来都没你会谈生意。哎呀，去，没跟你开玩笑。我就是跟人家套近乎还行，但是真是谈到投资，我是真的不行。哎，要不换个时间吧？哎呀，我的金总啊，那胡平比神仙还难请，我哪有本事再约下一次啊？那就算了，咱们计划不是推迟半年了吗？也没那么着急。要不是原来的风投临时撤资，咱们早就该上市了。我知道那家风投去投哪儿了，他们去投世纪了。哎，世纪哪儿比我们好啊？不就比我们早发展几年吗？好，我承认，世纪是比我们好。今年新上市的公司里，40%的 IPO 法务都是他们做的，可我们的份额也在逐年增长啊，民事部全普将排名前3。他们也就比咱们早发展5年，要是给我这5年的时间，我能做的比他们更好。哎，这个我绝对相信。咱们律所这么多人才，就找不出一个能陪胡平聊聊投资的。就算这次谈不成，就当做展示一下公司实力。如果胡平确实有传闻中那么厉害，他也知道该怎么判断。融资这种事情啊，就是两厢情愿，没有强买强卖的。案子结束之前，估计啊，他也不会给任何线索，所以这事儿啊，咱们因上努力，果上就随缘吧。等等，咱们好像还真有一个人能行。我秦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民除害、替天行道，请保佑我接到大案子。转发锦鲤，心想事成。你好，我是秦师。是我啊，你现在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你们家杨华能帮我这个忙了。他学的是这个专业，又在国际投行里做了那么多年，世界各地他都跑遍了，说不定跟胡平还见过呢。也就只有他最擅长跟胡平这样的人打交道。其实，我想让杨华帮我这个忙。要死了！假投行遇到真投行不穿帮才怪。我们家杨华他已经好久没有在投行里待着了，而且呀，他也是因为事业受挫，所以才回国的。不想替他伤心事儿，所以他不一定能帮你这个忙。这个理由听上去倒也蛮像那么回事儿。我要是不了解你呢，还就真能信了。小狐狸，说吧，有条件你就提，要客户要资源都没问题。真的？你怎么不信我呢？没往那个方面想，我现在很满足。你病了？没有啊，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秦师吗？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把你打压得太狠了？真没有。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叫你们家杨华过来一起吃个饭，别让胡平觉得太无聊。跟律所有关的事情呢，我会说。河东娜那个案子啊，你跟陶俊辉一起做，怎么样？
杨老师，我能不能跟您谈一谈？杨老师，你能帮帮我吗？我现在处境真的太难了，只有你一个人能帮我了。你需要我帮你什么？老师，你可以带我去投资部吗？你要去投资部？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不足，我可以改的。只要你不吝赐教，我一定努力学习。我已经报名 CFA 了，今年年底就可以把1级考出来。杨老师，投资部的职级是8级，你先是10级，你觉得你去得了吗？还有，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带你去？我自己都不一定去。你跨部门向我提出这种要求，本身就已经严重违规了。杨老师，我知道你的事。你知道我什么事啊？永利21号。虽然当年的报道没有提及那个犯了重大失误的基金经理，不过我知道是你。你离职的时间跟出事的时间是吻合的。然后呢？杨老师，人无完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所以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有着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权利，就像您一样。是人都会犯错，既然犯了错，就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谢谢你，咖啡。不是让你在咖啡厅等我们，怎么出来了？哇，我这不看你快到了嘛，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下。一会儿找地方换了。这是什么？晚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宴请，一慧姐嘱咐我一定要带上你。带上我？到了你就知道了。银行的人没再欺负你了吧？谁敢啊？什么意思啊？内涵我，说我母老虎。我可没这么说啊。如果我是母老虎，你是什么？不许说饲养员。百兽之王哪需要饲养员？不过，虎啸风生的日子好像也还不错。肉麻。杨华，你有没有考虑做回老本行？什么本行啊？去金融公司做基金经理。没想过。你不觉得可惜吗？可惜什么？你看，你读了这么多的书，又有天赋，又聪明，只是为了过现在的生活，你不觉得之前的辛苦都白费了吗？读书是我的爱好，至于考试考得好，只能说试卷的题目不够难倒我。就是觉得你的聪明才智都被浪费。这怎么叫浪费呢？聪明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过得更轻松一些吗？相反，你想要的越多，那你付出的社会成本就会越复杂，甚至包括时间和你的健康。等你想明白这些，你就不一定会觉得成为社会上20%那么的值得了。那你就没有想过用你的聪明才智做些什么吗？影响些什么，留下些什么？那些都成功的人是需要考虑的，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你怎么不是？你可以是。
差不多了，走吧。嗯。是这吗？其实，哎，走。嗨，James，哎呀，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怎么哪都有他？你看起来更精神、更帅了。小贝盛新婚一点都没有说错，你们俩这样在一起，看起来才更像是结了婚的样子。姐，我之前真不知道今天这么多人。哎呀，我忘了告诉你了。金总和陈律师临时出差，王总让杨华来临时当说客。凭什么让他们当说客？这俩夫妻也太喧宾夺主了。今天你才是主角，我跟我爸花精力花心思，不是给他们抬轿子。别看场地用的是咱们，入场券还不好弄到呢，无非给咱们弄了几张。我为了让你们俩来，我们家老金今天都回家歇着呢，所以你今天晚上得给我好好表现表现。别生气了，我在你心里是主角就是。走，我们去给胡总打个招呼，好不好？今天晚上你们俩得给我好好表现表现。我之前还以为是咱们出产请胡总吃饭呢。哎呀，我倒是想啊，不过我觉得今天这样也挺好的，上哪儿能一下子见到这么多投资界的精英？你闻到没有？空气中都充满了金钱的味道。说，不好意思啊，杨华，让你见笑了。你应该比我们更适应这样的场合啊！哎，没准今天在这儿你还能见到你以前的同事呢，你到时候得给我引荐一荐啊。谢谢。紧张吗？你紧张啊？没事没事，放松啊。像我这样微笑微笑，我没事的，别想着自己会穿帮这件事情，放松自然，自然。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自然。是吗？那我们回家吧。就说我肚子疼。不，你生病了，我送你回去。我好好的生什么病啊？你不是对人群过敏吗？社交圈超过6个人就不行了，这都多少个6个人了？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镇定啊？肯定是吓傻了吧？没事吧？好啦，你放心，我们又不是来骗人骗钱的。虽然我身份是假，但我的经历是真的。你看，他们这些人看起来个个都是精英，其实呢，没什么了不起。要说骗人吹牛，他们才是高手。今晚你就负责貌美如花，其他的交给我。Hi, long time no see. Have we met before? My God, you forgot me. Sorry? The call was night in New York. We were drunk. It was me who took you home. Oh, I see. It's you. Yes. I thought it was Roger. Yes, it's me. This is my wife. Oh, nice to meet you. 希望您以后多多照顾。哪里哪里。今天来。嗨，东娜姐，你来啦？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东娜，刚刚做了一个独家，累死了。想吃点什么？除了肉我都吃。你去帮他拿点吃的。你辛苦了啊，这不就是我的工作吗？比起很多人来说，我已经很不辛苦了。唐总，不好意思啊，今天又让你失望了。怎么了？老胡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他今天有急事去香港了，他也是刚才决定的。今天这个奖呀，也是他们公司的副总带领。你看你们这么隆重要见他的，让你们空跑了一趟。哎呀，东娜，你太客气了，我们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见老胡呢，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们的事情老胡已经知道了。今天这位副总啊，跟他说也是一样，现在公司的投资项目一半都是他说的算。哦，那太好了。来，你先坐吧。坐吧，东南姐。来，你的餐。谢谢。王总，哎，好久不见。 Hello， 好久不见啊！来，你们请。王总，哎呦，好久不见，玩的开心啊！啊。James。James 杨，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让记者不提你的名字，你早就完蛋。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我闭上嘴。新闻就是这个样，热一阵子就过去，到时候咱们从头再来。这种事情我经历的多了，我邱建祥从来没有怕过。这是我辞职信，佣金全部奉还，机票我已经订了，一会儿就走。别以为你一个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做下去，我告诉你，你敢走出这个门一步，今后你别想踏进政协院半步。James， 要走了，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但不得不说啊，你现在离开非常正确。一会儿董事会问责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新华生物重仓是你做的决定。反正你都要走了，背个锅也无妨嘛。毕竟要离开的人是没有资格发声的。很好，很好，很好，我是不会还手的。但詹姆斯，我要告诉你，这间房间内全部都是摄像头，故意伤害，判的可不轻哦。菲菲，你是不是最近瘦了呀？瘦啦。对啊。哦，减肥啊。王总，哎，你跟我们家小杨认识啊？是啊，我们曾经是同事。James 杨华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基金经理。哎，咱俩有多少年没见了？应该有4、5年了吧？这么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小子居然跟当年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要不然我也不会一眼就认出他来。王总，你说你们之前在恒利是同事啊？是啊。那您认识邱建祥吗？当然，邱总是我的老师，我在投资金融圈所有的本事都是邱总教的，而 James 是邱总的关门弟子，也是最得邱总真传的一位。哎呀，真没想到你们俩人居然是同门师兄弟，这世界也太小了。来，必须为这个干一杯。来，应该的，应该的。来，为了我跟 James 的意外重逢，也为了我们跟程宇会的合作 ，Cheers！ 干杯，王总。Cheers！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舒服，失陪一下。王总，幸会。哎，幸会啊，幸会，幸会啊。
杨老师，我知道你的事。永利21号。一会儿董事会问责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说新华生物重仓是你做的决定。你是？您好，我叫李代，您是杨华的爸爸吧？是，我是。我有一些关于杨华的事情想跟您聊聊，行吗？你是杨华的朋友？对。我也是邱建祥的律师。啊，请进，请进。谢谢。从发布会到现在，天航都还没有给我们确切的反馈。不过我听到有消息说，他们高层正在商量对策，还有人通过私人关系想要私下解决。这件事情我绝对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和解，所有的道歉和赔偿都必须摆在桌面上。而且我已经跟媒体说了，赔偿款我会全数捐赠给慈善公益组织。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东娜，我们程宇会100%支持你。哎，秦律师。啊，我听说 James 自从回国之后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夫。有邱总这么好的师傅，再加上自身这么出色的个人能力，你把他天天藏在家里，那不是太浪费了？有机会我一定要约他出来好好叙叙旧，说不定以后还有合作的可能。嗯，好，有机会，有机会。王总，我听说邱建祥最近刚刚被立案调查，您知道这事儿吗？哦，是吗？我也是前天刚到。邱总他怎么了？好像是跟利益输送有关，闹得不小，新闻都报了个遍啊。我们金融圈本来就是水深火热，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刀啊。我之前听说邱总在加拿大，但是因为一只基金巨亏，所以回国了。这事儿你也知道吧？这事儿詹姆斯也告诉你了。唉，夫妻之间哪有秘密呢？我听说是明星基金突然清仓，这件事情跟一个年轻的基金经理有关，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哈。你看恒利有邱总，有像王总您这样的资深前辈在，怎么会让一个年轻人去管理资金量这么大的一只基金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啊？秦律师，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年恒利最有名的一支基金就是永利21，而我们最厉害的一位基金经理，也就是 James， 能把年平均收益率做到20%以上。听起来也不是特别出众的数字啊。可不管是熊市还是牛市，它都能到20以上，这难道不厉害吗？王总，那按您的意思，那个让永利21清盘的基金经理就是杨华？哎，吴律师，我可没这么说哦。呀，不对呀，今天的主角是胡总，我们不能喧宾夺主啊！来，
我们再次恭喜胡总获得年度最佳投资人的称号，也敬我们胡太太、东娜小姐一杯。来，谢谢。恭喜。老总，谢谢。菲菲。喂，怎么了？这次我帮不了你了，我得先走了。你喝了酒，不要自己开车，叫代驾吧。你在哪儿啊？喂？喂？姐，那个杨华刚才来电话说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啊，真的？要紧吗？那你要不要赶紧送他去趟医院？我得先去看一眼他。好，我就先走了，我就失陪一下，你们先吃吧。哦，没事。何小姐，我先走了啊。你们慢慢聊。拜拜，路上小心啊。哎，先走了。师傅，往前面停车。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哎，两位慢走了，来，少麻多辣，老样子。麻将跟里边啊，不够跟我说。老二上小学了吧？今天刚上的，挺长时间没来了啊，慢用啊。好嘞。我跟你说，这家麻辣烫是我们华政一绝，要不是因为现在好多学生都去了新校区，这个点根本没有位置。你可以试试看他们家的这个麻酱，还有这个也加点儿。尝尝他们家的汤，绝对跟外面的汤不一样。尝尝。是不是还行？我跟你说，你再尝一下这个。
土豆片。我够了，你多吃点。当年啊，多少个难熬的自修之夜，都是靠一碗热腾腾的麻辣烫续命。知道吗？以前来呀，必须要2个人结伴同行，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里特别难排队，要其中有一个人现在排队排40分钟才有位子。我听说你们学校那边吃的也特别好吃，你下次带我去呗。吃吧。辣不辣？好吃。